明星老婆怕我婚后偷吃，竟在家里装满了针孔摄像头，而且还开了全程直播。然而我却浑然不知，我老婆上班了，你可以过来了。这句话刚说完，直播间就瞬间炸锅。我靠，真是个死渣男！明明有个这么好看的老婆，还要偷吃。此时正在路上的柳如烟看着手机，面若冰霜。我这是被偷塔了吗？自己就是有绝对的信心才敢开直播的。此时我的手机响了，我15分钟内到。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声音，这下整个直播间更加热闹了。看来是真的，这你的听姐呀，15分钟就到。楼上的说的对，真想看看这个女得长什么样。是脆了，是脆了，我们的溜达明星这下铁定北绿了。此刻柳如烟也急了，恨不得立刻跑回家手撕绿茶妹。直播导演立即安慰道：“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别太担心。”柳如烟神色冰冷地盯着直播画面，直播间里的粉丝看到神色冰冷的柳如烟，纷纷发起弹幕安慰。就在这时，画面中的我突然拿手机给柳如烟打了个电话。阿珍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游戏。柳如烟神色冰冷，但还是调整了一下语气：“老公有事吗？”“没事，就是看你安全到单位了没有。”柳如烟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：“我到公司了，马上要去开会，先不说了。”“好，到了就好。晚上我点了外卖，都是你爱吃的。”“我去，一看就是老手了。这电话就是确认柳如烟会不会突然回家吧？”导播间内，直播导演看着面色冰冷的柳如烟问道：“如烟，平时他会这样给你打电话吗？”柳如烟听后咬牙切齿地说：“1个月最少10次这种电话。”“还有6个甚吗？”“我的女神，要是你离婚了，我愿意接盘。”没多久门铃响起，这门铃声让整个直播间瞬间寂静。那个女人来了。导播间里的柳如烟也攥紧了拳头，目光死死地盯着屏幕。快进来！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长发美女进到了屋内，和我一起坐到了沙发上。看到女人的面容，直播间又开始沸腾了。我操，这女人也太漂亮了！高叉紧身裤，我的最爱呀！直播间里的柳如烟看到这一幕，嘎人的心都有了。见状，一旁的导演赶紧安慰道：“如烟，你先别急，我们再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”柳如烟不说话，眼神冰冷地看着屏幕上的画面。我受够了，每次都这样，我什么时候能正大光明的找你啊？快了，1个月以后，你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来了。我会跟柳如烟坦白，到时候就不用这样偷偷摸摸的了。我操，看来他是要和柳如烟离婚了。柳如烟好可怜，加油别哭。直播间里的柳如烟已经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他这是要跟我离婚吗？王八蛋！一旁的导演赶忙递上了纸巾。如烟，你先别哭，既然他要跟你离婚，先想想财产分配的事情。真要跟你老婆摊牌吗？我知道你曾经是全国高考状元，还是华北大学的教授，你还有什么要跟你老婆摊牌的？跟我说说。江月的话直接让直播间再次炸锅了。吹牛的吧？高考状元当程序员，笑不活了，还是华北大学的教授，太假了，这牛叉一点也不清新脱俗。全国高考状元，华北大学教授，那可是全国最牛的大学。如烟，这是真的吗？不可能呀！我老公就是个普通人，他没说过高考状元的事情，而且华北大学教授就更不可能了。这么多年我都没见过他去帝都。柳如烟的话被直播间的粉丝听到，直播间顿时又掀起一阵波澜。我就知道这个男人在吹牛，我看不是教授，而是野兽。这个男人肯定是个感情骗子，这都是他为了女人包装自己的谎话。1个月以后你就知道了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告诉你。你到底还有哪些身份？什么身份让我爷爷这么尊敬你？什么身份还需要隐瞒自己的老婆？行吧，那我就等到1个月以后。啊，对，你老婆要是知道你是全国高考状元，还是华北大学的教授，会不会吃惊呀？还好吧，比起我真正的身份，高考状元根本就不值一提。哎呀妈呀，咋感觉跟真的一样？要不谁查查？导播间内，节目组导演连忙开始上网查询。过了3分钟，导演看着屏幕上的资料惊呼道：“是真的，他是2018年的全国高考状元。”导演把资料直接放在了直播间的屏幕上。直播间的粉丝看着这份资料，我操，全国高考状元！我的妈，这太学会了吧！竟然真是全国高考状元，是真的，我也查过了。导演还在继续查我的资料，查到了在2018年记者采访我的视频。张泽同学，成为全国高考状元有什么感受？意料之中的事情，我一直是学霸，成绩上除了语文，其他科目一直是满分。我的话让记者一时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。我去，那家伙除了语文，其他科目竟然都是满分，刘波一啊！不了，这个没得喷了，人家是真有实力。导演此时就像一个好奇宝宝，看着柳如烟问出了心中的疑惑。结婚都5年了，他就从没说过以前是个学霸的是吗？柳如烟回忆了一下，
脑子里没有半点印象。他从来没说过他是高考状元的事情。全国高考状元，谁拿了这样的荣誉，应该都会拿来显摆吧？尤其是谈恋爱的时候，而他却只字不提。直播间里的老铁们听到柳如烟的话，都震惊了。牛批！要我是全国高考状元，我肯定会显摆，尤其谈恋爱的时候，让女朋友崇拜我。这特么的太低调了吧？这么多年都不告诉刘如烟，难不成他是一个圣人，一点虚荣心都没有？直播间的40万人大半都被我说服了，我不仅有真正的实力，而且还很低调，看不出半点虚荣心，这一点就让人不得不佩服。老铁们，全国高考状元的事已经实锤，谁能查呢？是不是华北大学的教授？啊，对，谁查一下他是不是华北大学的教授？我刚刚上网查了，想成为华北大学的教授，必须在学术界做出一定的贡献才行。如果他真是华北大学的教授，那也太牛掰了。我认识一个华北大学的教授，我打个电话问问他。直播间里的粉丝都紧盯着导演，他们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华北大学的教授。过了几秒钟，电话接通，电话那头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。大导演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？有一件事情想麻烦一下您。什么事？只要我能帮得上忙就行。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听说你们学校有个教授叫张泽，不知道您认不认识？我好像有点印象。稍等，我查一下。好的，麻烦您了。随后电话里就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键盘声。不过2分钟，中年男子说道：查到了，确实有个教授叫张泽，他是3年前成为教授的，看照片很年轻。导演故意开的免提，好让我们吃瓜群众能听得清清楚楚。张泽竟然真的是华北大学的教授，能不能让你朋友发个照片？也许是重名呢。不到1分钟，导演的手机响起了信息提示音，是一张现拍的资料照片，照片是张泽。全国高考状元实锤，华北大学教授的身份也实锤。这么优秀的男人，要是他是我的老公，和他吵架，我都会自己扇自己。张泽才28岁，28岁的华北大学教授，咱们龙国名气最高的学府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本以为这期节目或许很有趣，比如探索有没有藏私房钱之类的，没想过这期节目探索的张泽竟然有这些身份。混蛋，我可是他老婆，夫妻之间应该坦诚相待，隐瞒了我这么多重要的事情，有把我当老婆吗？还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？你到底还有什么身份不能公开？刘如烟不说，我都差点忘了。让我来猜猜，张泽还有什么身份？难道是世界首富？直播间的粉丝也开始了各种猜测，他们的胃口被彻底调动起来，他们很想知道我到底还有什么身份。算了，不问了，问了你也不说，我就想知道1个月以后你的秘密我是不是都可以知道？1个月以后，我不会有一丁点的保留。好，希望你隐瞒的身份不要让我失望。如果我的身份让你失望了呢？那我就打你一顿。这就好像我跟我老公那个时，我刚提起兴趣，他就蔫了，我会直接把他踹出去。我研究出完全治愈艾滋病的药物，卖给漂亮国200万美刀一粒，卖给我们国人只要2毛人民币，转身就把赚到的钱全部捐给了国家。接上一集。如果我的身份让你失望了呢？那我就打你一顿。这就好像我跟我老公那个时，我刚提起兴趣，他就蔫了，我会直接把他踹出去。这姐们牛皮啊，什么话都敢说，这下全世界都知道你老公不行了。这样看，虽然江月不是张泽的情人，但是孤男寡女在一起聊得这么开放，都结婚了，就不知道要跟异性保持距离吗？你给我等着。这时江月俏皮的看着我要吃午饭，起码4菜1汤，要国宴标准。嘿嘿，你哪次来我没给你做好吃的？其实江月每次来找我，主要是查我的厨艺了。自从4年前他吃了一顿我做的饭，他就彻底迷上了我的厨艺。我去，听这意思，张泽做饭很好吃啊！全国高考状元，华北大学教授，就连厨艺也这么牛掰。这要是我老公，和他吵架就让我短命10秒钟。你老公做饭很好吃吗？从结完婚这混蛋就进过1次厨房，炒的菜跟咸菜一样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没让他进过厨房。跟我一样，我从来没有透露过2级厨师的身份。现在我老婆天天做饭，可是我出实证前天被我老婆翻出来了，我还被揍了一顿。现在每天都是我做饭，我哭。死张泽，谈恋爱的时候我什么都交给他了，没有半点隐瞒，可他却对我隐瞒了那么多。看刘如烟的眼神，张泽估计要倒霉了。时间太短了，我就做几个简单的吧。可以。我进到了厨房，洗菜、摘菜、切菜。当直播间的老铁们看到我切菜时，亚麻呆住了。这刀工牛掰啊！一块豆腐居然可以切出1000多条丝，张泽看着真是像大厨。柳如烟，你现在知道张泽会做饭了，他骗了你那么多年，你打算怎么收拾他？闻言，柳如烟咬牙切齿的说道：“等节目结束了，我要让他做一辈子饭。”直播间的粉丝听到柳如烟的话都笑了，
张泽惨了，可怜的张泽还不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被老婆知道了。江月来到我身后，看我忙碌着，就好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。老规矩，10点半前我做好饭菜，11点半前你必须吃完离开。我老婆11点半就下班了。知道了，真啰嗦。搞得像偷人一样，要是以别的方式被刘如烟看到，刘如烟肯定以为张泽在偷人。听爷爷说，国宴厨师长都还跟你切磋过厨艺，厨师长说你厨艺胜他3分。是有这么回事，不过说我略胜3分，那是厨师长谦虚了，我跟他的水平应该是伯仲之间。那你也很厉害了。江月崇拜地看着我，全国高考状元，华北大学教授，再加上与国家厨师长媲美的厨艺，这也太优秀了，主要是长得还那么帅。厨房内我一边忙活，一边跟江月聊着天，时间很快就到10点半了，菜我都做好了，看起来色香味俱全，让人食指打动。赶紧吃，吃完赶紧走人。江月翻了翻白眼，你老婆又不回来，你怕什么？虽然我老婆中午不回来吃饭，但她有时候也会回来午休。赶紧吃，吃完赶紧走。柳如烟看到了也没什么吧，咱俩清清白白的。那她也得信才行啊。此刻导播间内，柳如烟拿起了手机，拨通了我电话。怎么了，老婆？老公，公司停电了，我今天提前下班，10分钟后我就到家，你在家等我做饭吧。我听着电话，整个人都慌了。好的好的，我等你回来。挂断电话，我紧张地看着江月道：“别吃了，柳如烟几分钟就要回来了。”什么？江月听后也瞬间慌了。要是柳如烟看到他和我单独一起吃饭，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我此刻也管不了那么多，急忙把饭菜打包好。拿着，快走！江月慌乱地接过打包好的饭菜，火速离开。我立即把碗筷收了起来，随后还把窗户打开通风。3分钟洗完碗筷，忙完这一通，我气喘吁吁地坐在了沙发上，看了下时间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无数粉丝都笑喷了。导播间里的柳如烟和导演也觉得很好笑，尤其柳如烟笑得花枝乱颤，有种报复后的快感。可是这还不够，柳如烟又拿起了手机。怎么了，老婆？老公，公司又来电了，老板让我回去上班。我听后心头1万句问候的话奔腾而过，但还是要装作很平静的样子。好啊，我知道了。闻言，柳如烟憋笑道：“中午你一个人吃吧，我挂了呀。”张泽现在一定很蛋疼吧？好不容易做出来的菜，还没吃就没了。敢背着我带别的女人回家，虽然清清白白，但我还是很生气。现在整了张泽，我心里的气也撒了一半。这期节目恶效果出乎意料，直播间的粉丝在线人数已经突破了50万，这才是第一天就发现了你老公这么多秘密。看今天的情况，你老公还有秘密，应该这几天就能发现。我研究出完全治愈艾滋病的药物，卖给漂亮国200万美刀一粒，卖给我们国人只要2毛人民币，转身就把赚到的钱全部捐给了国家。而在我老婆眼中，我只是一个居家程序员。老婆怕我婚后偷吃，竟在家里装满了针孔摄像头，而且还开了全程直播。接上一集，张泽2018年高考状元身份和华北大学教授的身份已经实锤，他到底还隐瞒了什么身份？我真的好期待。只见直播画面里的我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，开着免提放在了桌子上，电话接通了，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张教授，有什么事您请吩咐。”嘿嘿，你好歹也是一个董事长，我能吩咐你什么？中年男人语气很恭敬。不能这么说，您可是真正的教授，公司能有今天，全是靠您的支持。闻言，我无奈地笑道：“不说这个，老规矩，你跟我聊聊天，然后给我转10万块。”中年男人好奇地问道：“张教授，你明明很有钱，为什么不告诉你老婆呢？”我没有回答他，而是微微地笑道：“1个月后我会跟我老婆坦白，到时候咱们就不用假聊天了。”要是你老婆知道你有多少钱，估计会惊掉下巴。我们聊了一会天，就挂断了电话。而直播间又炸锅了，弹幕乱飞。我操，老铁们，看来张泽隐藏的身份要出现了。刚刚电话里的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，而且对张泽这么尊敬。张泽好像很有钱啊，有钱为什么要瞒着自己的老婆呢？直播间里的导演都懵，本以为接下来的情节可能没有开局那么有趣，结果却放出一个炸弹。柳如烟，你看过张泽银库里的余额吗？他这5年都没上过班，偶尔外出也只有几天，他应该没多少钱呀。张泽父母是做什么的？他是不是富二代？我公婆就开了个小超市，都10几年了，所以我老公不可能是富二代。柳如烟的话引得粉丝们朝着别的方向去想，不会是违法所得吧？你们想想，他为什么要瞒着自己老婆？说不定就是这钱来路不正。柳如烟看着弹幕，脸色苍白了几分。一旁的导演见状，连忙安慰道：“别听他们瞎说，
他们只是猜测，张泽的钱应该是从那个公司赚的。此时直播画面内，我靠在沙发上看着电视，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忽然手机响了起来。张叔，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？张泽呀，好久没见到你了，明天找你喝点小酒。张叔，你想吃我做的饭，你就直说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们聊了好几分钟才挂了电话。另一边，江南市警安局局长办公室里，局长张建国嘴角一抹淡笑。探索另一半，有趣的节目。明天有人要拜访张泽，看称呼对方张叔，会不会像那个女人一样，有曝光张泽其他的身份？我没听过什么张叔呀。那张泽认识的人，你知道几个？也见过一些。前年他同学聚会，我见过他20几个同学，不过已经记不清他们的样子了。那他的朋友呢？你认识几个？一个，不过那人现在在国外。柳如烟说完，脸色冷了很多。之前的那个女人江月，还有刚刚通电话的张叔，自己竟一个都不认识。柳如烟，你好可怜啊！你老公什么都瞒着你，他的身份和过去，还有他认识的人，你一概不知。时间很快来到了下班时间，导演关闭了直播。导演，节目在直播中容易侵犯他人隐私，比如之前吃饭的那个女的，我们也录了进去。若对方起诉的话，放心，这些问题节目组早就想过，会处理好的。网红老婆怕我工作偷吃，竟在家里装满了针孔摄像头。更离谱的是，老婆为了涨粉，居然还开了全程直播，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可更让我头疼的是，眼前这个警安局局长还厚着脸皮，经常到我家蹭饭吃。最近太忙了，很久没能来蹭饭了。等我哪天退休了，不再是警安局局长了，我天天来蹭饭。警安局局长，这个帽子叔叔的身份让导播间里的导演吓出一身冷汗。没有经过同意就直播属于违法。节目组早就料到会有这种事情，他们原本打算用钱来解决，可现在这情况是用钱能解决的吗？完了，这节目怕是要停播吧？怎么办？是停播还是继续？停播损失太大，可若是不停播……犹豫了一会，导演咬牙道：“继续，后果我来承担。这个帽子叔叔也未必是真的警安局局长。想知道帽子叔叔的身份也很简单啊，这种位置上的人信息都是公开的，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。啊，对，我现在就去搜一搜。导演也立即上网搜索，一下就找到了，上面还有照片。导演看着直播间画面里张帽子叔叔，又看看网上张建国的照片，顿时脸色苍白了几分。我操，这帽子叔叔真是警安局局长。此时导演心中一阵发苦，不是说张泽就是个程序员吗？怎么认识这个大佬？柳如烟更是全程猛圈。我老公怎么会认识这尊大神，而且还隐瞒着我？我的老公到底还隐藏着什么秘密？张局，以后你想吃我的饭，估计要到帝都了。为什么？我打算搬到帝都了，不过每年也会回来看看。好好的搬到帝都干嘛？咱们这里不是挺好的？是挺好的。我没有多说什么。其实张建国对我详细身份也不清楚，我手中所掌握的东西让太多国家眼馋了。我若是继续待在江南市，家人都会有危险。张泽下个月要搬到帝都，帝都寸土寸金，想买个大些的房子，估计得上千万吧。柳如烟，你们要去帝都生活呀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这还是我的老公吗？自从节目开始以后，我对于这个老公越来越陌生。你做的菜是我吃过最好吃的，那些大饭店都比不上。你要是去当厨师，一个月起码5万以上。嘿嘿，当厨师太累了，我想多陪陪老婆。这5年我很享受跟柳如烟在一起的日子，身份公开以后，我就要投入到工作中了。你老婆对你的过去一无所知吧？我隐藏得很好，主要是柳如烟有点恋爱脑，无条件的信任我。要是柳如烟知道你是全国高考状元，又是华北大学荣誉教授，会不会大吃一惊？还好吧，这2个头衔一般般。这2个头衔还一般，不过比起另一个身份，确实挺一般的。你打算瞒你老婆一辈子吗？下个月我都会告诉她。那件事也要告诉她吗？张小子，我们认识10年了，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，别不好意思开口。等张建国走后，直播间又开始热闹了起来。原来张局认识张泽是因为他是全国状元，不过听刚刚的话，张局明显知道张泽的另一个身份，本以为他会说出来的，我这该死的好奇心啊！此时导播间里的导演十分纠结，我要不要跟张建国坦白并道歉？不过纠结了一阵后，还是拿出了手机打给投资商。节目遇到了麻烦，我知道，做好你的事就行，其他的我来解决。挂了电话后，导演松了口气。画面里的我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，我感觉有些无聊。出去玩的话，因为身份的缘故，有一群人在24小时的暗中保护我。想了想，我还是在家里待着比较好。突然手机响了，我立刻接了起来。我已经到江南市了，等下江月和陈玉带着我先去你那喝2杯。挂完电话后，我又在厨房忙碌了起来。等我把饭菜做好，门铃声也随之响起，我赶紧去把门打开。直播间的粉丝瞬间就精神了。
我蹲守了2个小时，终于等到了，就想看看来的是谁。只见我带着3个人慢慢出现在直播画面中，唐装老者一看就很不凡的感觉，而西装夹克的中年男人看着也不是普通人。张教授，好久不见。而陈玉看到我后面色拘谨，直播间里的观众看到这一幕吐槽起来。这男人看起来像是个成功人士，面对张哲把姿态放得有些低了吧？看这中年男人，总觉得有些严肃，但是就是想不起来，感觉他面对张哲有种下属面对上司的感觉。我看见陈玉这副姿态，也有些无奈。你别这样，你比我大了20岁，又是管理几万人的董事长，怎么老是这样？我操，这男的是管理几万人的董事长，这公司多大呀？陈玉严肃地看着我说道：“谢谢你救了我女儿。”我很无奈的道：“每次见面你都要谢我一下。”张教授，当初要不是你攻克了癌症，我女儿可能3年前就走了。您救了我女儿，您是我全家的恩人。陈玉的话瞬间点燃了直播间。攻克了癌症，真的假的？4年半前张泽才多大？难以置信，我只记得4年前公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，癌症被攻克了，并且是所有的癌症。我还记得当年公布了消息以后，整个世界都震惊了。我更多的是高兴跟骄傲，因为攻克癌症的是我们华夏人。唯一遗憾的是，并没有公开攻克癌症的人具体是谁。此时柳如烟一脸蒙圈。我老公攻克了癌症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他跟我结婚5年了，虽然他外出过几次，可大多数时间是待在家里啊，哪有时间研究癌症？总不可能在家里研究吧？屏幕上弹幕还在飞。这是不是节目组故意营造的直播效果？导演拍着胸脯保证：各位老铁们，人气票走一波，1块钱的人气票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我向大家保证，我们绝对没有请一个演员。我们节目组就算再厉害，也不至于把警安局局长请来吧？太高看我们了。导演说的也有道理，那现在怎么证明癌症是被张彻攻克的？我听了陈玉的话，无奈的道：“我是科研工作者，那是我的工作。不管怎么样，您都是我的恩人。”我挥了挥手，不说这个了，来尝尝我的手艺。我的话音刚落，陈玉他们就像恶狗扑食一样的清扫着眼前的食物。江叔，您老打算玩几天？顶多玩3天。我现在毕竟还是华北大学的校长，等退休了，我想到哪玩就到哪玩。此时直播间彻底安静了，众人都未从老者的话中反应过来。如果真是华北大学的校长，那我妥妥的要凉了呀！没经过华北大学的校长的同意就直播了对方，这。下一秒，导演风一般的跑到电脑前，敲起了键盘。不只是导演，无数的粉丝也在查询。不过半分钟，粉丝看着查到的资料，感到头皮发麻。是真的，这老者真是华北大学的校长。真是华北大学的校长。柳如烟下意识地捂住了嘴。华北大学的校长竟然跟我老公这么熟。导演被吓得魂都快飞了，赶忙打电话给投资商，结结巴巴的颤抖说道：“华北北大学。”话没说完就被打断了。我知道，继续直播，我一直盯着直播间。对方可是华北大学校长，真没事吗？我说了没事就是没事，你不用管那么多。好的。导演颤抖的挂断电话。投资商的本事有这么大吗？我感觉癌症可能真的是被张哲攻克的。你们想想，这几天的直播，到访的人好像都知道张哲的另一重身份，这老者的身份已经实锤，应该也能侧面实锤是张哲攻克了癌症。我们边吃边闲聊着，这时陈玉站了起来，举起酒杯看着我：“张教授，再次谢谢你救了我女儿，我敬你一杯。”我也无奈地站了起来，端起了酒杯，跟陈玉说道：“这几年我也没有少麻烦你，一直让你跟我合起伙来骗我老婆。”原来这几年我老公就是跟这个董事长假聊天骗我。你跟江叔都在江南市玩3天了。陈玉听后轻轻地摇头说道：“我明天下午就回去，公司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，等那天辞掉东夏集团的董事长后，我就可以经常来陪你了。”此刻粉丝们一个个上网查询东夏集团董事长，导演也立即上网查询，一边敲动键盘，心里一边胆战心惊，祈祷别又是一个大佬。30秒后，导演脸色一片煞白。东夏药业集团董事长陈玉，这又是大佬级别人物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弄个探索节目，遇到的大佬都是我惹不起的。要不要打电话给投资商？若是要停播，他应该会打电话给我。我查到了，东夏集团所生产的癌症药物，正是4年前公开的癌症药物。服了，张泽，我是真服了。4年前癌症被攻克，那个时候张泽才24岁，了不起啊！我老公原来这么厉害。直播画面里，我们闲聊着，江叔看着我，眼里满是欣赏之色。我活了大半辈子了，还是头一回遇到你这么厉害的年轻人。24岁就已经攻克了癌症，像你这种年纪，一心搞科研的不多了。
我轻轻的摇头道：人各有志，每个人的理想不同，有人想赚大钱，有人想出名，还有的人想过平平凡凡的日子。在科研所，像我年纪一样大的，一心搞科研的也有一些。江叔点点头。你的理想是什么？我微微一笑，神色变得严肃，语气也坚定起来。我的理想很简单，我要让人人都看得起病，我要让人类不再被病魔折磨，我要让……我的最后一句话没有完全说出来，其他的科研项目成果，他们并不知情。在没有得到上级领导允许之前，我半个字都不能透露。想想那些资本家搞科研研制药物，都是为了赚钱，甚至有些资本家更加可恶，明明能快速制除、快速治愈疾病的药物，偏偏选择那种服药时间长、效果又缓慢的药物。直播间在线人数已经突破70万了。我以前为什么那么傻叉？追的都是明星，像张泽这种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，才是我们应该去追的。柳如烟，以后我不爱你了。张教授的工作是为了天下苍生，以后你要好好照顾好张教授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。他更需要的是一个贤妻良母，而不是一个女网红。怎么回事？快切换画面！导演，设备出了问题，正在调试，暂时切换不了画面。各位老铁，节目组向你们致以深深的歉意，这段先别看啊。这哥们真是猛人，这是什么直播节目？嘘嘘比赛吗？在线人数70万，怎么有这么多人？进来吧！你们又来蹭饭了！嘴巴被你养掉了，饭店的食物根本吃不下去。那你们坐会，看一下电视，我一下就弄好了。我在厨房忙碌了起来，大概过了1个小时，我陆陆续续把饭菜都弄好了。开饭了，这么快的吗？张教授，可以吃了吗？吃吧。大概20分钟以后，张教授，今天的菜比昨天的味道更浓郁啊！好像刚才忘记洗手了。喜欢吃就好。张教授，你跟沈晓是怎么认识的？沈晓插话道：我跟张教授是在一次宴会上认识的，我这次是来办公室，顺便来看一下张教授。老陈，你跟张教授又是怎么认识的呢？我跟张教授也是在一次宴会上认识的。陈玉也没有告诉沈晓真正的原因，原因很简单。当初他们都签过一份保密协议，在没有上级的同意之前，半个字也不能透露。沈晓点点头。我跟你说的和张教授是在宴会上认识的，其实是骗你的。闻言，陈玉眉头微皱。你骗我干嘛？紧接着，沈晓露出了神秘的微笑。因为我签了保密协议，有关张教授的事情，我半个字都不能透露。不过嘛，沈董，沈晓话音未落，便被我直接打断。下一秒，沈晓见我皱眉，不由一愣。什么情况？张教授好像一点不知情的样子。在昨晚8点多的时候，我已经接到了上级电话，说几年前的保密协议已经结束，可以对外公布。沈晓签了跟张教授有关的保密协议。沈晓是西湖药业的董事长，而这几年西湖药业批量生产2种震惊世界的药物，一个是预防艾滋病的疫苗，而另一个是治疗艾滋的特效药。这2种药的研发者还没公开，难道是？江叔和陈玉想到这，心中狠狠一颤。如果是这样，张教授未免也太可怕了。两人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沈晓。虽然他们很好奇，但他们明白，若是知道了不该知道的，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桩麻烦。沈晓这时还有点愣神，他不确定地看了看我。张教授，难道您还没有接到通知？我听后眉头微皱。昨天我倒是接到了一个通知，可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。沈晓看到我的反应，确定了我还不知情，便直接说道：昨晚8点，我接到上级电话，说您攻克艾滋的事情可以公布了，以前的保密协议到此为止。这个陈玉和江叔僵了。什么？攻克艾滋的竟然是张泽？导播间里，导演也震惊的头皮发麻。张泽厉害的也太过分了。柳如烟的嘴就一直没合上过。此刻的直播间里，弹幕漫天飞。要知道，艾滋病和癌症都是世界难题，癌症还好些，起码早期和中期癌症还有几率治愈，哪怕晚期癌症也有可能发生奇迹。是的，艾滋病则完全不同。艾滋病毒是最原始、最简单的病毒，也正因如此，所以艾滋病毒有无限复制变异的可能。在过去也出现过200多种艾滋疫苗，可临床试验后都以失败告终。尼玛，要不要这么劲爆？艾滋也是张教授攻克的。我靠，太牛叉了！我爱张教授，我爱我们强大的国家。我操，我头皮发麻！世界有这么厉害的人吗？导播间里的导演又开始上网查询，他主要是查沈晓的身份，大概过了3分钟。沈晓真是西湖药业的掌门人，网上的沈晓跟直播间里一模一样。导演对直播间里的粉丝说道：我查了沈晓的资料，他确实是西湖药业的董事长，艾滋疫苗和特效药就是在西湖药业生产的，也就是说艾滋真的是张泽攻克的。
我靠，我服了！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张教授的狂热粉，谁敢骂张教授一句，我必追着骂，骂到他嘎！太牛了，我也服了，张教授是惊世奇才啊！直播画面里，江叔和陈玉此刻心神震动。江叔颤声说道：“张教授，你太厉害了！我江成功有种彻底被征服的感觉。我虽然是华北大学校长，也做出过一定的学术贡献，可对比张教授的科研成果，犹如繁星比皓月，如寒鸦比凤凰。”一旁的陈玉眼神中也充满了浓浓的崇拜。我见江叔和张玉的样子，心头微寒。你们别这样，淡定。江叔用颤抖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我急忙搀扶江叔坐下。江叔，您别太激动，对身体不好。我虽然攻克了艾滋，但是也没有那么厉害。我也是在无数前人的基础上才做出来的。真要说起来，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我只是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，完成了最后一步罢了。江叔听后摇摇头：“张教授，您太谦虚了。许多过去的科研工作者掌握了不少资料，但为什么他们掌握了那么多的资料，还是无法攻克艾滋？为什么只有您可以攻克了艾滋？”我竟无言以对。安抚一阵后，江叔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。这时陈玉好奇地看着我：“张教授，能说说你攻克艾滋的经历吗？”闻言，直播间里70万对耳朵竖了起来。刚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，我查阅了这方面的资料，然后让人安排了10个患者。我观察他们体内的病毒，发现艾滋病毒的复制速度和变异速度快得超出想象。人体免疫系统识别到病毒后，就要产生抗原。我见我说了这么多，他们4个还是很认真的听，于是我就继续装逼。总的来说，就是强化人体免疫系统。张教授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江叔一脸震惊地看着我。别这样，我摆摆手，无奈道：“不说这些了，聊点其他的。”我有点怕江叔动不动就惊叹的样子。此刻直播间内，弹幕又开始涌动。张教授太谦虚了，很难想象攻克2大世界疾病的人这么谦虚。要是我估计狂到没边了，这样的张教授我喜欢。确实，谦虚但是又有实力的人，他们骨子里还是很有傲气的。要是有人说张教授在专业领域不如他，估计张教授的傲气就要显现出来了。牛逼啊，我的哥！话说回来，咱们直播间上百万人，有没有人得过艾滋？沉默了一会，有人发起了弹幕：“我得过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反正已经治好了，说多了都是泪。10年前我出去玩，遇到一个很主动的美女，我以为我桃花运来了，后来才知道那个女的是艾滋患者，出来报复社会的。如果不是张教授，我这辈子就废了。”我跟楼上的经历差不多，奉劝大家出门小心点。如果你不是很帅，也不是很有钱，遇到一个认识不久就对你很主动的女人，真的要当心，切记。不过现在艾滋能治愈了，倒也无所谓了。你们还算好的，我更惨。我去网吧玩，刚坐下就感觉被什么东西扎了，站起来才看到一个带血的枕头。直播间上百万人忽然安静下来，一个个看着那些得过艾滋的人的弹幕，致敬张教授。随着几个人发着致敬的弹幕，一时间很多人跟风，直播间内又开始了刷屏。刘如烟，你老公太厉害了！此刻直播画面里，江叔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江叔看了一眼，神色严肃地接起了电话。张部长，电话那头的人道：“江校长，4年前你签署的保密协议失效，现在资料可以公开了。”江叔听后道：“好的，我知道了。”江叔刚挂了电话，陈玉的手机也响起来，陈玉也一脸严肃地接起了电话。过了2分钟，陈玉挂了电话，刚坐下，我的手机又响了。我看手机上张部长的备注，随后起身到一旁接了起来。张部长，电话那头的张部长直入主题：“张教授，你攻克癌症和艾滋病的事情可以不用保密了。”我听后皱眉道：“这2件事现在就要正式公开吗？”等10月1号正式在媒体上公开。江叔这时看着我：“刚刚上级给我打电话，说你攻克癌症的事情可以说了，保密协议失效了。”一旁的沈晓听后，神色猛地一变，震惊地看着江叔：“难道癌症也是张教授攻克的？”张教授攻克癌症，我跟陈玉早就知道了。倒是你，要不是你今天来，我恐怕都不知道艾滋是张教授攻克的。此刻直播间的粉丝们也聊了起来。刚刚看到我们3人陆续接到了电话，又听到保密协议之类的，粉丝们都意识到，在这之前，张泽身份是要保密的。导演，你好像摊上大事了。之前张教授没把攻克癌症和艾滋的事情告诉柳竹烟，估计是因为张教授也签署了保密协议。如今节目组全程直播张教授，节目组摊上大事了。话说这种事情，导演要判多少年？直播间粉丝们的议论把导演吓得脸色发白。妈妈，你买漏洞洞的护士姐姐衣服干嘛？昨晚爸爸不听话，妈妈扮护士，假装给爸爸打针，吓唬爸爸。妈妈骗人，明明妈妈就是在房间偷吃辣条，不给我吃就算了，还不给爸爸吃。我没吃辣条呀。那干嘛？昨晚我在门外偷听，只听见你吧唧嘴，爸爸还发出很痛苦的声音。此时直播间里的老铁们笑喷了。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啊！不过小孩的话往往是真话。
柳如烟，昨晚你干嘛要关闭摄像头？你是怕我们没钱充 VIP 吗？我们要看付费内容。我叫你买副时装来犒劳我们的英雄张泽，没想到你还真的去买了。导演在直播间里憋着笑。老婆，为了我们的2胎计划，今天还是叫你爸妈来幼儿园接小俊吧。我把熊孩子送到幼儿园以后，正在路上回味着昨天老婆超常发挥的各种镜头，突然一个人冲到我面前，二话不说就跪了下来。义父，我就是搬运你的视频的那个混蛋，你们家观众老爷实在太猛了，举报我，我现在被关在了小黑屋，请义父原谅我。原来就是你这混蛋搬运了我的视频，现在知道我们家观众老爷厉害了吧？这是我们家观众老爷的皮鞋，我特意嘱咐观众老爷1个月别刷，就是特意留给你的，限你3秒钟舔干净，不然我就让你做不成男人。以后再敢搬运我的视频，就嘎了你，你可以滚了。流氓不可怕，就怕流氓有文化。我在这里向为我抱不平的观众老爷们致以深深的感谢。回到家后，我就迎来了4位重要客人。张教授，您接受艾滋项目的时候，是先研制的特效药还是疫苗？江叔这时也很好奇地看着我，我轻笑道：先研制的药物，后研制的疫苗。按道理来说，研制出了药物就没必要研制疫苗了。我当时想研制疫苗，也是想挑战一下，另一方面也是想多赚点钱。多赚钱？江叔跟陈玉有些茫然了。凭借治愈药物不是一样能赚钱吗？一旁的沈晓这时笑道：你们想一下，当初药物和疫苗上市时的情况，当时艾滋药物难以批量生产，只能先供应国内，而艾滋疫苗可以大规模批量生产，疫苗可以首先供应全球。江老和陈玉瞬间恍然大悟。有道理。当年消息公开后，首先得到的是全世界的质疑，但是随着一例又一例患者被治愈，喷子们也闭上了嘴巴。从那天开始，全世界的人都要求我们西湖药业大规模生产艾滋药物，而西湖药业直接发布公告，艾滋药物其中几个成分难以提取。无奈之下，全世界都开始大批量采购艾滋疫苗。江叔和陈玉想到当年的事，就感到大快人心。此刻直播间的观众也想到了几年前的事情。当年去死爽，西湖药业估计靠艾滋疫苗赚了不少钱。我想起来了，后面艾滋疫苗在国内免费，把全世界的人都快气死了。是的，国内做的确实优秀，15亿支疫苗全部免费。导播间内，导演也很激动，他亲身经历了当年的事情。当时国人注射疫苗完全免费，外国人得花钱1000块1支。一旁的柳如烟也笑了起来。我的心情很难用言语来形容，总之就是很爽，我要再买一套空姐的。直播画面内，江叔和陈玉同时对沈晓竖起大拇指。这件事做得不错。沈晓摇头一笑，这件事还是张教授拿的主意。我解释道，当初也是看不惯他们，加上他们海外药企的药进入国内更贵，我才把疫苗的价格定在1000元1支。陈玉这时好奇地问道：艾滋疫苗的成本是多少？沈晓听后笑容浓郁地伸出了3个手指头。陈玉见状猜测道：30。沈晓点头笑道：成本30，利润970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赚麻了呀！直播间的粉丝听到沈晓的话，一个个震惊的只能说我潮了。我潮，这消息太劲爆了！全世界除了龙国外，还有好几十亿人，这几十亿人哪怕只有1/5的人注射了艾滋疫苗，这都能让西湖药业赚麻了。牛逼，太特么的绝了！神懂牛掰。神董再牛也没有张教授牛逼，还是张教授威武。直播间里的100万观众，并非都是龙国人，还有其他国家的人。他们听到我们几个的交谈，脸色瞬间难看。1支疫苗30块的成本，却卖到了1000元，凭借疫苗，西湖药业赚麻了。而且西湖药业又是国企，这让我们外国人心里更难受了。好歹我们有钱。还有一批人更加难受，他们曾经是龙国人，可后来移民到了西方发达国家。我当年移民出去的时候，内心非常骄傲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如今见到曾经被自己抛弃的故乡发展的这么好，我心中感觉很不是滋味，真想自己扇自己。对呀，就像自己摔了对伤后，发现对方比自己过得还要好一样，那种心情很不是滋味。最可气的是，我移民出去以后，发现其实外国也没想象的那么好。可世上没有后悔药，就像成龙大哥说的，出去容易，想回来就难了。你们再也拿不到龙国的身份证，你们在外国人的眼中也不是那么纯粹的，大部分人觉得你们就是外来人口。直播画面里，我们边吃边聊，有种越聊越激动的势头。沈晓有些话痨，再加上喝了酒，话题一开就成了气氛组。沈晓笑道：前些天我看到了统计数据，如今艾滋病疫苗已经卖了30亿支，我看卖的也差不多了，市场就这么大。我跟公司高层研讨过了，决定停止销售艾滋疫苗，准备着手艾滋药物的销售。陈玉好奇地问道：艾滋药物打算怎么卖？沈晓轻笑着对众人伸出了一根手指：一盒1万，
想要治愈艾滋需要3盒药。一旁的江叔琢磨了一会儿，现在国外这么多人都打了艾滋疫苗，买艾滋药物的估计不多了。沈晓点点头，国内是不会太多了，可国外的艾滋数量还是很多，买的人一样不会少。一旁的陈玉好奇地问道：一盒药物的成本是多少？1盒药的成本也不多，530块。江老跟陈玉听后不由一愣，成本530，售价1万，利润9000多。那些海外药企卖给我们的药利润更高，我们只卖1万1盒，已经很良心了。对了，药物的定价张教授也参与了。定价最后是我拍板的，卖价虽高，可是谁让海外药企卖给我们的药业很贵呢？我是科研工作者，虽然有人说科学本不该分国界，这句话我认同，可科学无国界，但科学家有啊，我是科学家，更是龙国的科学家。此刻直播间的粉丝纷纷发起了弹幕，这定价很到位，治愈一个艾滋患者要花3万块钱，这个价格应该还是能勉强接受的。要是我的话，直接10万1盒药。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情，一个海外药企的药成本只有200元，却卖给我们1盒7万多，不就仗着他们的药是唯一，吃定了我们吗？对，我们就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他们也尝尝当猪仔的感觉。不过100万人的直播间里也有少数不同的声音，有少数海外人听到艾滋药物成本这么低，偏偏卖价这么高，一个个感到很愤怒。又喜，张泽俊成本这么低，买价这么高，可血家攻克了疾病，制造出来的药物应该拼价才对。对的，我赞同，药物应该卖到10元1盒还差不多。许多人看到这些反对的声音，一个个不由得点进了他们的账号页面，发现都是海外人，纷纷发起弹幕回击。你个小义子，还科学家制造出来的药物，许教授是我们龙国人，卖1万1盒又咋了？咋不想想你们把200块钱成本的药卖到天价呢？就卖1万1盒怎么了？气死你！刚才那个戴个王八壳子，就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漂亮国的了，是吗？导播间里的导演看到这一幕，直接把那些海外人的账号拉黑，踢出直播间，随后说道：各位老铁，他们已经被我拉黑踢出直播间了。直播间的人听后1万个不乐意了。干嘛把他们踢了？我要把他们骂一顿，骂爽了再把他们踢了，气死他们！就是，我还没骂够呢。导演，你这就不地道了吧？起码得等我们骂够了吧？那些个鸟人对他们不利的事情，就说要把药物价格降低。他们要是有了特效药，那价格又定的死贵的，这种人就该狠狠骂一顿。网红老婆怕我跟粉偷吃，竟在家里装满了针孔摄像头。更离谱的是，老婆为了涨粉，居然还开了全屏直播，真是离谱他妈！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进来吧，请坐。好久不见，你显得更加成熟了。林燕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，可看到张泽的那一刻，内心还是掀起了惊涛骇浪，面泛桃花。好久不见，你也更加漂亮了，张教授。你们也很美。这时直播间内150多万的粉丝都被狠狠的惊艳到。卧槽，真漂亮！尤其为首的那位女士太有气质，其他3个女人身材和样貌也都是顶尖，堪比柳如烟。我去，这4个人随便一个，我倾家荡产也要娶，我出1000万。楼上的你还要比脸不？1000万你就想娶到这么漂亮的女人吗？我出1个亿。直播间里，柳如烟眉头紧锁，醋意滔天。我就知道张泽这样优秀的男人不会这么老实，还一下4个，他的腰子顶得住吗？一旁的导演赶忙安慰道：柳如烟，你别担心，张教授那么厉害，说不定已经研制出补腰子的药了呢。直播画面里，张泽笑道：张不说你给我带了龙国的礼物，礼物呢？他们3个就是。哎呦我去，这老聂我真的服了，拿这个烤鸭干不？这上集逗我玩的吧？竟然送3个美女给我。龙国竟然送3个女人给张泽，张泽就算功劳再大也不能这么搞吧？林燕看到我的表情，顿时捂嘴笑了起来，紧接着看向3个女人，把上衣撩起来。我嘴上说着不要，而眼睛却很诚实，好奇的瞄了一眼，只见3人洁白的腹部瞬间弹出3把手枪，紧接着3女又将左手抬起，手掌随即发生变化，最后竟变成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。直播间的观众们都惊讶的合不拢嘴。我操，这3个美女竟然都是机器人！直播间内顿时炸开了锅。你天啊，这是我见过最逼真的机器人，就跟真人一模一样。柳如烟，你回家问问你老公，机器人哪里有卖？100万以内我都买。导播间内的柳如烟也一脸懵逼，这3个机器人确实太真实了，害我有这么一会都误会国家太不靠谱了。导演意味深长的说道：要是我有个女机器人就好了。闻言，屏幕前的粉丝们纷纷调侃：导演，你要你机器人干嘛？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想法？导演看着弹幕，笑脸一红。如烟，你回去问问张教授，这机器人哪里有卖？我想买一批回去当演员拍电影。闻言，柳如烟笑着答应了，不过她心里却明白，这3个女机器人连枪都有，根本不是商用的。
此刻屏幕中，我也是一脸惊讶。这3个女机器人太真实了，我忍不住上前摸摸她们的手，捏一捏她们脸。这触感和真人差不多呀。直播间的弹幕又是一阵羡慕嫉妒恨。我操，张泽拿开你的咸猪手，该到我摸了。我也想摸你机器人的手，羡慕啊，好想那个人是我。我去，我现在感觉拿300万买这个女机器人都值了。柳如烟好像吃醋了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里确实有些不舒服。虽然知道是机器人，但太逼真了，而且我老公还不停地捏来捏去。直播间的观众也纷纷调侃。柳如烟，可能你是第一个吃机器人醋的人类。回到直播画面里，林念向我说道：张泽，昨天你又有一笔13000亿的资金到账，总资产到达了4万亿。如果你不是去年捐了1万亿，现在最少也有5万亿的现金，你打算拿这笔钱干嘛？闻言，我不加思索地对林念说道：我打算留下2000万，其他的钱全部捐给国家，用于军费开支。接着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林燕，你稍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还有个重要的事情，先打个电话。我拿出电话给陈玉打了过去。电话接通后，陈玉笑着问道：张教授，刚分开就想起我了吗？你抽个时间再来我这一趟，我这有感冒药和肺炎的药方，这药方副作用可以忽略不计，重感冒最多服药3天就能痊愈，轻感冒1天就能治好。陈玉听后激动的道：我马上订机票飞过去。对了，之前说好的醒酒胶囊的药方也一起给你。陈玉听后更加激动了。好的，张教授，你一下拿出这么多药方，等批量生产后，估计你1年又能赚几万个小目标。听了陈玉的话，不在意的道：我这样的人有国家养着，对钱没什么兴趣，赚到的钱我也基本都捐出去了。我研发这些药物，除了造福人类，更多的是想把药品价格打下来，最好是那些没良心的药企都破产。电话那头的陈玉听到我的话，神色不禁动容，眼神中充满了崇拜之色。我又打了一个电话给西湖药业董事长沈晓。沈总，你抽时间再来我这一趟，我研制出了治疗痔疮的药物，外用药和内用药同时使用7天就能治愈痔疮。沈晓听后神色一变，太好了，如今市场上的痔疮药基本只对轻微病情有效，严重的痔疮就需要动手术治疗了，而且患者术中和术后极其痛苦，有病人说就像拉玻璃渣一样。我现在就订机票。那就先这样了，我还有朋友在这。一旁的林燕震惊地看着我，你这是要把药品领域重新洗牌啊？难怪国家要把我的科研小组新研制的机器人送到你这保护你，就连国家领导人都还没配置上。这时直播间内却突然出现了意外情况。我操，什么情况？我怎么打不出张教授的名字了？我也是，张教授的名字打不出来了，用符号隔开都没用。两人试了一下，发现真的打不出张泽2个字，用绿泡泡试一下。随后柳如烟给导演发了消息，信息中只有张泽2个字。下一秒，导演盯着手机皱眉，我没有收到信息呀。柳如烟有些懵逼了，我明明发送成功了，应该是上面出手了。我打个电话问一下投资商。电话接通后，导演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电话那头的苏总打断了。节目继续进行。导演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：什么情况？张教授的名字收不到了。上面出手了，其他你不用管，做好直播就行。对了，这2天多关注一下新闻。导演收起手机，对直播间的观众说道：刚刚收到消息，张教授名字的问题是因为上面出手了。直播间的观众露出恍然之色，原来是上面出手了。可是上面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张教授攻克了这么多疾病，按道理应该增加热度才对啊。导演看着弹幕也非常不解，只能说道：最近大家多看看新闻，或许能够找到答案。此刻直播画面里，林燕对我说道：国家将于9月9日，也就是后天，将向世界公布出你的个人财产和捐款数额，还有你发明的各种药物，还会向世界上展示你制造的核动力歼28战机和空天母舰，用于震慑其他国家。直播间听到这消息，瞬间爆炸了。我没听错吧？张教授不只会做药，还会做飞机。我只听说过航空母舰，没听说什么空天母舰呀。难道是会飞在天上的航空母舰吗？这真的可能吗？如果是真的，那我们住在龙国也太安全了呀！只要我们不去欺负别人，应该没有哪个国家敢欺负我们了。时间很快来到了下午5点钟，林燕依依不舍地离开了。我掏出电话打给了张部，电话接通后，我直入主题。张部长，不是说10月1号才公布我的个人信息吗？可能要提前了，上级现在要造势，让全世界关注龙国。紧接着，张部长又严肃地说道：近些年，我们科技井喷式发展，在很多领域已经追平发达国家，甚至已经超越西方的超级大国，国人也越来越自信。这次公开你的个人信息，也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民族自信心，另外也是对全世界的一种威慑。一个字，绝！随着空天母舰缓缓悬浮在体育公园上方大约100米，越来越多人赶往体育公园。张教授，我们是探索另一半节目组的，受邀参与向全网宣传这次空天母舰展示的全部过程。请问张教授，这空天母舰是您研发设计的吗？这是我们科研团队设计研发的。直播间的粉丝们沸腾了。张教授威武，发动机都停下来了，是怎么让空天母舰稳稳地悬浮在半空的呢？
你们没发觉问题吗？空天母舰这高度这么低，竟然都听不到任何的声音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无数人震惊不已，尤其是懂些动力学的人。张教授跟柳竹燕就居住在江南市，这空天母舰来到江南市，不会就是来接走张教授一家的吧？看来江南市房价要涨啊，赶紧去江南市买房子去。这时，我的电话响了。电话那头传来了张局的声音：“小子，你在哪？”闻言，我笑着回道：“张局，我在体育公园里。”张建国听后心神震荡着：“空天母舰真的是为你而来的？也是，不是你还会是谁呢？小子有时间常回江南看看。”我会的，张局，你也要保重身体。挂断电话后，我们一家都到齐了。众人看着头顶的空天母舰，只觉得自己很渺小。导演问道：“很多网友关心空天母舰的活动范围，主要是大气层外吗？”空天母舰主要是在大气层外活动，大气层外真空环境下飞行速度更快。还有很多网友问空天母舰的速度是多少？空天母舰在大气层外速度可达25马赫，最快可达35马赫。直播间里的观众听后，一个个心神一震。最高速度可达35马赫，岂不是环绕地球一周只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？这速度比导弹还快啊！是呀，都堪比之前公布张教授发明的天空导弹了。在众多网友兴奋的同时，世界各国的权贵们也都在关注着探索另一半节目的每个画面，尤其是关注着空天母舰。一开始，空天母舰的出现生生的震撼着我，可后来我又想着空天母舰的体型太大，速度又慢，要是爆发终极之战，这不就是一个活靶子吗？不足为惧。是啊。可现在得知空天母舰最高速度竟然达到35马赫，我感到深深的绝望。这么快的速度，并且还可以待在大气层外，这还正莫搞。导演又问道：“还有很多网友关心，空天母舰上配备了什么重型武器？”空天母舰上配备了可控火箭激光炮，500公里内所有物体只要被激光炮射中，瞬间就会灰飞烟灭。这时，我的电话响了，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：“小子，核磁球和能量盾准备完毕。全国航班已经停飞，328计划是否启动？”我冷静地说道：“启动。”导演好奇地问道：“张教授，什么328计划？可以跟直播间的老铁们说说吗？”我神秘的一笑，回道：“过10分钟，大家都会知道了。”随着倒计时的结束，全国各地无数导弹喷而起，随着第一枚导弹触碰到能量盾后，一道道金色的光芒，全国各地的老铁们惊麻了。这是什么？我们国家的科技竟然到了如此地步了吗？共有空天母舰。仿有这个像是能量罩的东西，导演被震惊的久久不能回过神来。张教授，这是什么？这叫能量盾，笼罩在我们龙国上方，连核弹都打不穿。这时，网友们纷纷发起弹幕：“张教授威武，我为身在龙国而感到无比的骄傲。”导演又问道：“空天母舰上也配备了能量盾吗？”是的，空天母舰上也配备了能量盾。我最后一个问题。张教授，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我坚定地回道：“接下来我会乘坐空天母舰停留在世界上每个国家上空，展示我国军事实力，震慑其他国家。之后回到帝都，专心研究攻克人类各种疾病的药物，要把人类的寿命提高到150岁。”此时，各国的权贵们炸开了锅。漂亮国总统说道：“这没得玩了，快联系龙国，我们要把几十年前捡到的龙国文物全部归还给龙国。”樱花国首相慌忙地说道：“八嘎，快给龙国发道歉函。”承认我们几十年前犯下的罪行，樱花国人民全体跪下道歉，我们赔款。一时间，许多顶级富豪企业家们也都动了些念头。快把我们公司总部搬到龙国，龙国现在这么强，是最安全的。全世界无数人中最难受的便是曾经的那些龙国人，他们后来放弃了龙国人的身份的人，此刻一个个都感到万分懊悔。一个中年男人愤怒地咆哮着：“爸，不怪你，当初要不是你非要移民，我们一家现在都还是龙国人。当初你说龙国这不好那不好，看看现在的龙国。”男人的媳妇冷冷地抱怨道：“当年为了移民，还把帝都的四合院低价卖了，再看看现在的四合院多少钱。”老人心下十分后悔，站在一旁不停地哭泣。同时，还有许多人后悔着，比如一些移民至海外的明星。可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。此时站在后面的机器人蓝冰走上台来逼镜头：“张院士，可以启程了吗？”我轻点头。这时，机械底下忽然产生了一个动作，带着我们一家3口飞上了空天母舰。我操，机器人会飞，还带着张教授一家人上了空天母舰。因为距离远，我看得不是很清楚。我手机支持远距离录像，刚刚我录了一些，我看到还有一个小孩子。随着众人的议论，空天母舰缓缓上升，空天母舰不一会就消失在众人的视野。全剧终。